好久不见，好久不见，有好多人应该很久没有听课了。好了，看得到我画面吗？好，来，我们这边应该有蛮多是之前没听过课的嘛。好。来，我们让一些就是有一些说没声音的其他同学协助一下他们，好不好？好，来讲一下幼幼班是什么。这个是因为就是我们还蛮多同学就是在就是我们现在有透视课嘛。先说一下原因，就是这个直播的原因。我们现在有透视课，然后有构成课，有色彩课。那因为很多人会去询问，就是我们的客户中心问说，透视课那边还有没有位置可以报？然后问透视课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透视课都已经满了，所以他们来问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就是跟他说，就是我们课程现在已经满了，你要报可能要等到下一期。但是要到下一期之前，他又会问说，那我们可以去，就是我们可以练习什么呢？我们要怎么练呢？那因为之前我们就是想说让同学自己画自己喜欢的东西就好了，所以我没有特别规定一些可以让你练的东西。但是在没有练的情况下，这些同学他就是产生一个迷茫的状态，他个人是没有人给他指导，他就是像一只孤独的小羊，就是迷途的小羊，他就是希望有人能够给他一些指导，能够给他一些方向。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为了就是这些想报班，但是他的基础可能不太够，或者是他还来不及报，他还没有办法排上的那些同学，给他一些基本的大方向。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就是这个班级是这个幼幼班呢？是因为这东西的难度基本上就是在学习你的任何的这种商业美术基础，就是我们现在应用的这种应用美术的那种基础之下，你应该要先有的一个基本技术。基本技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简单说，这堂课的最主要目的其实是教你抓形，教你临摹一个东西，然后你能够临摹的比较像。那这个临摹呢，我们把它临摹的范围局限在就是用线抓一个外形，抓一个轮廓上面。所以我们暂时的把色彩，就是模仿调子啊，模仿那个材质啊这些东西先抛掉，只要求你做线这一块，把线这个东西做好就好了。那在做这个线的，就是用线去框出轮廓、框出外形、做剪影这些东西的一个大前提就是需要准度。准度，因为没有准度的话，几乎是没办法谈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是跟你如何去做基本的观察，并且让你的那个临摹，让你的一些观察东西的能力可以就是升级的快一些。那怎么说呢？我们以前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以前在画图的时候，我在画那种就是刚开始学画的时候，也不是学，就是我自己看的漫画书，然后我去模仿。我们那个时候都是模仿七龙珠，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是一直研究它这样子。七龙珠的眼睛大概是这样，我还记得七龙珠这边都会这样子。然后他的头发是这样的形状嘛，对吧？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就是研究说，这个眼睛大概要画在哪里，这个鼻子大概要画在哪里，或者是你今天研究美少女的时候，你会很在意说这几条线，眼睛的这几条线，还有它的眼睛的位置，这个线条的粗细，它的睫毛的粗细，它的嘴巴的位置，跟鼻子位置画在这个位置，跟画在比方说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画出来的感觉是不同的，这里可以看得懂吗？两个位置的效果是有差的，甚至说今天我们的，比方说我们这样画完了，你的
这种头发有很多同学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他在掌握的时候他不会掌握嘛，所以他一开始都会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你会画成这样子的头发，你的脸画的不错，但是画头的时候你就没办法掌握，然后头就会画的特别大，有看过吧？哦，所以像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要让它能够快速的越过这一个关卡，越过这个坎，然后到一个你抓比例比较准的状态，哦，比较准的状态。哦，甚至是你怎么画，你就觉得你的人物就是不够美型。比方说我的人物的头发的那种大小，其实也是抓对比例啦。然后五官的这些样子也是有的，但是光是五官的位置摆的不对，其实影响就很大。就是你眼睛如果比方说稍微上面一点点，鼻子稍微下面一点点，其实这样子你在画的时候，它的眼睛跟鼻子这个距离它就会有差。那现在比较就是像这种东西，我们就把它叫做很微妙的那种比例控制，就是你对这个比例关系你敏不敏感？你有没有办法发现说，现在大多数的就是比较受欢迎的画风，就是这个整个受欢迎的潮流，它可能人物的眼睛要画的位置，可能要稍微底下一些，或者是距离上方稍微高一点，这种对比例关系的敏锐度，我们今天要稍微针对这些东西来讲解，可以吗？真的非常基础的哦，不然干嘛？为什么我要教幼幼班呢？但是你觉得很基础的东西里面还是会有一些难度的，好吗？我们现在先来讲一下哈，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个需要你先做的一个控制的东西是这样的，请你笔刷的类型你要控制一下。好，什么笔刷呢？笔刷是这样子的，你尽量不要用 Photoshop 内建的这种笔刷，不要用这样的笔刷。因为这个笔刷很容易让你一直纠结，说我的线条是不是粗细不对啊？我的线条有没有粗细正确啊？而且你在临摹的时候，因为感压的敏锐度的关系，很有可能你缩小你这样画一条线，结果放大的时候，你觉得它有点那种凹凹凸凸的，它有一点点线条有一点点在抖，这种状态你觉得就会不就是画起来不满意，会变得非常的纠结，所以我不建议你用这个内建的这种有压感、有感压的这个笔刷哦。我建议你直接用哪些类型的笔刷呢？第一个就是我这边我应该会请那个客户中心帮我传这个笔刷上来，我自己比较常用这一支哦。这支笔刷还蛮灵敏的，它大多时候它画出来的那种边线，它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它的粗细都差不多。哦，这支笔刷是在我的笔刷集里面的这个第一排的倒数第二个这支笔。如果没有，我建议你哦，这个没有也没关系，你大多时候只要能够用像这个一样圆头笔，但是不要因为感压的关系，它会变细哦，就是用起来它怎么画都是几乎都是一样粗的，这种笔刷是比较好的，可以吗？Sign 的话也是一样，你就是尽量不要去用有压感会变粗细的那种笔刷，因为你那样子就没办法准确的看到形状，它会因为你的笔刷的轻重会就是线条可能会出现比较明显的抖动啊，比较明显的那种缩放啊。我们不要你做这件事，我们要你先专心观察轮廓，这样可以吗？对，把感压关掉就可以了，把感压关掉。然后你们要注意一下哦，你的 Photoshop 的这个内建的这个地方，笔刷的这个用力数据也会有差。有的人他的预设值可能是在这地方，那你要压得很用力才会有效果，才能够画出笔刷原本的那个大小。那我自己平常的话，几乎都是设置在这一格或者是这一格上面，就是一下笔它有点像颜料非常的重，直接就会涂满，所以我下笔的时候必须判断很准确哦。我自己设定的时候，通常都是这边的这两个属性。你如果设定在这里的话，下笔就会怎么画它都是很轻的。你要用很用力才能够画好，但是这样子我觉得会比较伤手啦，就是你手大概没多久就报废了。对啊，我感冒快好了，剩一点点，所以我会用像你看哦，我用这个程度哦，我用同样的力道画给你们看。这支我蛮常用的一个笔刷叫炭笔笔刷，我现在用这个笔刷这样子刷下去，这样子刷一次，我把流量调到100%，刷一次它就几乎是满格的。可是如果我把它调到这个位置的话，你这样刷下去，它是很浅的，你要来回刷好几次才会有你原本的那种
就是才会有原本那个深度，可以理解吗？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东西有影响的，你在这地方你可能要稍微调试一下，调整到适合你的模式。但我给你的建议是，你不要用就是有粗细变化的，因为你真实你用的那个你在纸上画的时候，你的笔也不会粗细感应不会那么灵敏，并不会说你超级用力的时候它就非常粗，然后你不用力的时候它就变得细。你想想看，你用毛笔去画这个，你用毛笔去画那个漫画线稿，是不是很难控制啊？这其实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尽量先不要用这种笔刷。对吗？你光是下笔控制它粗细就来不及了，你哪有时间去关注轮廓啊？好，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接下来我要来给大家讲看一下，我看从哪里开始讲哦。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东西好了，简化的能力学习之后。它的主要的一个功能是这样子的，这个叫什么？图形记忆的速度变快，脑容量损耗降低。好，那这件事情是在说什么呢？让我找一下档案给大家看哦，就是我之前写的一个文件，在我们的透视课里面，我有附给同学，但是上课的时候我比较少讲这一段，就刚好直接拿来讲。稍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哦。好，有人。不要刷花了哦，不要刷花了。有，我已经有录了哦，录屏都录了。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有之前这是一段有人家问我的问题，然后我就跟他说，请他就是记下这5个图形。这5个图形有什么特征呢？它大多都是5到6边形，就是5到6个边，1条线、2条线、3条、4条、5条，这里几乎都是5到6边就可以搞定的一个形状。哦，你用5到6个边，然后呢，这几个形状它做什么用呢？这几个形状做什么用呢？把这个形状记起来哦。比方说我们现在这样子画 A B C D E， 那我要他把这形状记起来之后，去看一下，像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边的这个我在网络上找的一个大画的那个人物，然后这个人物它的这个角，我用上方的这个几个图形直接去拼。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我用这个图形把它翻转，把这个 AB。这个 A 对应底下这里，这个 B 对应这边跟这里，然后这一个形状把它对应到这边，以及 C 对应到这一块，你会发现把这几个形状拼起来之后，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腿的形状，看得懂吗？学这个之前，这个其实是有点像素描的基础，他们说叫做用线砍出形状来，但这个你可以把它当成，其实我们这东西就是一个。就是在素描最底层，在最底层的东西，你把形状简化成你可以记忆的东西，而且它分成好几个小组。好，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现在在记录的时候，你现在在记忆的时候，这些形状它被拆成好几块，它并不是叫你一次要背什么。很多人他记忆的方法，他是一次就记这一整只脚。对吧？就比方说，你看那种伯里曼啊，你看那种教学啊，你一次都是在背这一整只脚，怎么背呢？他背这一整只脚就是记得说，哦，这里有一个大转子，这里有一个大转子，然后他这边可能还会记这边有肌肉，这里有肌肉，有2条这样的肌肉，然后这里是膝盖啊，然后这个小腿肚啊，然后这个小腿肚加上这里有一个就是小腿骨啊、胫骨啊，然后小腿骨、胫骨旁边这边还有一段骨头啊，这个是小腿肚的那个比目鱼肌啊。然后这边要有这样的高度啊，他记这个东西的时候，这记忆的难度是不是变得复杂很多？对吧？因为这里面包含的资讯量太多了，然后你又是这样子记，你这样子记的时候，它只能让你应用在正面的腿，它没办法应用在其他地方上面，而且你这样画一次其实是记不起来的，看得懂吧？哦，就是记忆体会消
消耗掉太多，就有点像是我现在跟你讲说，就是讲一段历史故事，然后什么1895年什么什么什么打战争了，然后 A 跟 B 打仗 ，A 跟 B 打仗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原因，然后这个原因是因为 C 他们促使的，然后C 他们在暗地里阴谋，然后他暗地里阴谋，他跟 D 做好协议，跟 D 做好协议之后 ，D 派了 E 去做这件事情。你看我刚刚讲这样子，你是不是就没办法记忆出那么多，就是没办法记下那整件事情，对吧？我把这个内容拉长的时候，你是没办法记忆的，所以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就是把模块化，把每一个记忆点需要的东西把它拆下来。哦，那我们这样就拆，其实就是意思说我叫你先知道 A 跟 B 打架了 ，A 跟 B 打架了，哦，产生战争，然后 A 跟 B 打架产生战争之后，是因为这边我可能再叫你说拆一个小形状，是因为 C 它策划的。然后 C 的盟友是 D， 我们分4个段落把它跟你讲，然后不要一次一整段讲完之后叫你把这个数字记下来，可以理解吧？好，所以我们把形状拆成简单的形状这件事情会有帮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五边形它里面含有一些参数，比方说我现在画这样的五边形，我画给你们看哦，我画这样的五边形，这个时候它里面会有一些隐藏的资讯，等一下我会讲，会有中间的轴线，这个直立的这个轴是代表的就是它整个五边形的那个大致上下的方向。那我如果现在画一个这样子的形状的时候，请问你那个五边形它的中轴线跑哪去了？中轴线是不是变成了这个方向？看得懂吗？变成斜的，没错，就是像这种地方，你的形状变单纯之后，你比较能够观察到它的这个斜度的变化。那这个斜度的变化就会牵涉到什么？这是光剑大大的图，光剑大大这个图，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有一个五边形，我们可以用这个五边形去拼，然后这里再另外一个五边形，并且它这个角是不是就是我们刚刚画的这种脚掌的那个基础形状？然后把这个基础形状拼上去，另外一边是翻转。那你可以看到这个直线跟这一条线，以及这里这条线段跟这边底下这个线段，它的那种斜度的变化。我们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玩一个积木，玩一个七巧板贴乐。你拿到这一个拼图之后，你能不能摆到正确的斜度，并且用正确的七巧板放在它那个位置上？这样子你们可以理解基本的规则吗？简化之后它变成模块，模块当中最常出现的就是你这个斜度准不准，你斜度对了，你的那个角度对了，它的那个整体韵律就会对。那像它这个人体可能也有啊，有一些参数我们会注意的啊，比方说它的身体其实是这样斜的，它的腰是这样斜的，然后肩膀是这种斜度，胸口是这样的斜度，脸的轴线是这样的斜度。我们一开始在画家的眼中，在我们的眼中，我就是比方说以我来说，我看的时候就是先看这种地方的斜线，这个地方的轴线，观察这些地方的轴线的斜度，我在画的时候才能够捕捉到它的动态特征。好，那这个东西把它拉过来，我们来看一下哦。这里有跟你讲说用笔的方法。用笔的方法指的是什么呢？用笔方法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在学东西的时候，刚刚有讲了要降低记忆体的消耗，有2个东西。肌肉记忆，操作不能太难。然后简化，降低脑容量消耗。好，简化降低脑容量消耗。好，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肌肉记忆操作不要太复杂，指的是说你在画的时候，我不会要你做那种太复杂、太华丽的技巧。比方说，我就说，请你现在就是练习那种超级流畅的画线吧。比方说，你要学会这样子，就是你要能够1、2、3，然后你要可以把这个线段画的超级标准，画的跟我一样。那我现在画这个画线的方法，是不是在操作上就变得很难？比方说，我现在这样示范一段，我这样画线，然后我说这个是一个彩带，然后我把这整段的这个线跟你说，这是我平常画线的一个技法，请你好好跟着学。那这个难度是不是就变得很高？可以看得懂吗？这难度就有点像是我现在不是从运球开始跟你讲，我可能就是打球的时候教你说，你从运球，然后一路到上篮，然后灌篮，或者是直接闪过2个人之后，你如何闪过2个人之后，然后把球就是就是放到脚下，然后过人之后再直接跳，就是直接投3分，然后一次就进。那这个技巧是不是难很多？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对吧？或者是现在，比方说你根本都没有交过女朋友，然后我们现在要你先学会跟女孩子讲说你好早安，然后今天过得好吗？叫你做这3句你就做得到，对吧？然后我现在跟你说，你现在啊，你要过去，然后假装不在意的，不小心碰到他的手，碰到他的手之后跟他说跟他说对不起，然后对不起的时候说，我为了向你赔罪，然后我愿意就是请你吃顿饭，请你给我你的电话，趁机要到他的联络方式，这个操作是不是难很多？这样你们可以理解吗？是不是刚刚第一种跟他说你好早安这件事情是你觉得你也做得到的，然后跟你说后面那个复杂的操作，把他约出来之后，并且问他说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要不要跟我去看电影啊？就是顺势操作到一场成功的约会，这个难度是不是高很多？所以我们今天在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就是操作不能太复杂。第二个事情是简化，降低你脑容量消耗。因为如果你不简化的话，很多人根本就记不住那个顺序，他顺序会乱，到时候他就会变成什么？先直接就是约他出去看电影，然后再去摸他的手，然后你这样就会被甩巴掌，可以理解吗？你那个顺序颠倒了，所以就出问题了，对吧？所以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边我要讲的这个方式，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减少废笔。什么叫做减少废笔呢？减少杂讯。现在我们在画图的时候，其实我得跟你说哈，大多数的那种就是高手他的用笔方式其实是有习惯的。什么叫做有习惯呢？比方说，我今天我要画一个动态，我要画一只豹的那个动作动物的动作，我的用笔可能会，你会看到他们在用笔的时候，经常是比方说像这样子。我现在这样示范一次给你们看哦。你注意看，我现在在用笔的时候，它基本上都是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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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段都是下笔比较肯定的，对吗？看得懂吗？那如果我今天我在画的时候，用笔是这样子，就是这里面忽然多了一笔是这样。我在观察那张原图，假设我在观察一张照片，然后这张照片它上面有很多小凹凸起伏，结果我画的时候，好，这整张图里面它就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一整张图它是一个管弦乐团，所有的人都用同一种节奏、同一种韵律在操作，只有一个人他忽然拉出一段很奇怪的那个旋律。
这个旋律就是它的那个节奏特别不对，它跟其他人的那个方式特别不对。它就是大家都在做那种古典乐的时候，忽然他拉小提琴，他拉了一段摇滚乐的乐曲的那个声音。那这时候你是不是就会发现这里特别多不协调的地方？可以理解吗？这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我把它叫做用笔的方法并不统一。用笔方法不统一，就是学习当中你去看很多教学，他都会跟你讲要用一些就是你画笔你画东西的方法。比方说在传统美术里面，他会叫你用直线砍，的。然后呢，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方法，这里有另外一个东西，它叫做你画东西的时候用 C 字形线段，或者是 S 型线段，或者是 I 就是直线线段去画，它有3种用笔。那我们在用笔的时候受到限制，你画出来东西才会整。用笔的方法统一之后才会整，你的形状才会整，轮廓才会准，才会整。那你这个东西就有点像是今天在教你画那个速写，在你画素描的时候，我们素描不是常常就是教你说用砍的，一步一步的把形状砍出来吗？把这个形状砍出来之后，结果忽然你到了这个内部，你进入用漫画模式。什么叫漫画模式？就是我看它这个有眼睛，然后这里有眼睛，它是这样子，然后这里有鼻子，然后这个地方嘴巴，你就照着漫画模式去画那个嘴巴。这时候是不是就变成2种不同的绘画语言结合在一起？它会有点卡，可以理解吗？绘画语言，这个是画漫画时我们用的绘画语言，这个是在素描时我们用的绘画语言，用的那种语法。语法指的就是你的用笔方法。结果2种混在一起，它就不统一。我们要先意识到这件事情，可以理解吗？你这个东西可能就是你画很多次人脸，你画很多次漫画，所以你知道这个人脸的这个画法，然后这个画法是你记很熟的。那旁边这个画法是另外一个系统，2个系统混在一起就很容易出问题。那当然也有很多人是这样，他还可以做得好的。可是我们现在要请大家这些就是萌新啊小朋友们啊，你们要记得这件事情，就是在学习抓形的时候，我建议你先把这2个方法把它记下来，用这2种方式。这2种方式，直线跟 CSI。好，什么叫做直线呢？直线砍指的就是传统美术里面会说的，就是你画东西的时候，尽量用直线去贴其他的外轮廓，然后把这个外轮廓用直线去去框住它，有点像这只脚，如果我用一个直线滤镜，它就会被外轮廓就会被全部撑成直线，就会变成一个干净的外框。好，这件事情听得懂吗？你要把它用直线框起来，但是你不要太繁琐的去框。什么叫太繁琐去框？有的同学会这样子，一条他会觉得这里有好多变化啊，1、2、3、4、5、6、7、8、9，他一开始会这样子记，这个方法又啰嗦太多了。就是你要记得，大部分的外框你在框选的时候，用6到7条线5到7条线基本上都可以把它框选起来。然后在5到7条线里面的形状是你记忆体能够记住的，就是最佳状态。5到7条线可以框出来的那种形体。怎么取舍那些细节啊？这每个人不同。我要跟你讲的这东西是叫，首先你要先分组，分组之后5到7条线一组，5到7条线去框住一个东西。为什么用5到7条线去分组呢？因为5到7条线的框出来的这种形体是你比较容易记忆的一个形状，一个几何形。
就像我们电话号码一样，它超过15码的时候，是不是你就记不住了？你今天你去问那个妹子要她的手机号码，结果她跟你这样说093228852132183243，她这样跟你讲她的号码，然后你说你这号码不太对吧？她说没错，我的号码就是这15码，你也记不住对吧？就算你记住了，你回去打它还是空号啊，对吧？所以我们是不是好像有一个说法说，电话号码比较适合的大概是7到10码上下，这个数字是我们比较能够记住的，对不对？所以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子，你的整个形状你要先学会分组，分组这个东西比较凭你个人，就是不是一个绝对的，然后用5到7条线是比较容易分的，可以理解吗？而且你看这边是不是这个同学他在画的时候，他这里就有点，这边就有点他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一条线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没办法用直线去切，所以它的形状在切的时候有点生疏，可以看得出来。那我这时候我就底下就说哦，我把这个东西叫默写方法。你看我画这一颗头，1、2、3、4、5、6，哦，大概5到6条线，然后脖子也是1、2、3、4，哦，4条线可以把它搞定。那为什么要用直线呢？是这样子的，用直线去切，如果你能够切，像这个1、2、3、4、5、6、7，比方说我记这几条线，记了这几条线段之后，我把它放到旁边来，我有这几条线，我就很容易能够重现刚刚看到的。重现能够刚刚看到，就是可以能够重现刚刚我们画的那个线段，可以理解吗？也就是我们如果要记这个线段是不实际的，你是不可能就是完全的记住这边的这种巧妙变化的。但是你把它的节点定下来，把这个支架记起来之后，你下一次在画的时候，我相信记这个 B 版本比你记 A 版本要容易很多。就算今天是看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把它移走，我去默写，我也比较能够记得住它是这样子。它可能是这样子转过来，这样转过来，然后我比较能够记忆出，就是刚刚我看到的那个形状，我默写这个直线比较容易，可以理解吗？素描老师说线条太软是指抓形太繁琐了吗？线条太软多半就是你的语法当中很多这种这样子软软的，就是这样子很琐碎的这种凹凸起伏。那这个凹凸起伏根本就没有办法协助你记忆。好，什么叫做线条太软呢？我举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哦，在我们我的有个透视课的课件，构成课的课件里面找一下。有了，哦，这边的稿子，这个东西就叫做轮廓太软。什么叫做轮廓太软呢？轮廓太软就是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就是这种都是曲线啊，比较小的这种细碎的线段为主的。那怎么样子它会变得比较硬朗呢？像你看这个裙子，就是很多描线的人常犯的问题，他太在意内容，然后他忘了形式感。什么叫做太在意内容？像这个裙摆啊，他觉得这有臀部啊，这个地方布料的软硬度是柔的那种布啊。不是那种软法，不是那种软跟硬。你们对软硬这个词太敏感了吧？我们是学术，不要污好吗？哦。那如果是我画的话，我可能就会把这一整段，你要一次的
你可以一次的大胆的直接把它全部弄下来。像大多时候我们在整理轮廓的时候，会比较偏向这样子，就是你直线就一次直线，曲线就一次曲线，然后长的线段、短的线段，这个线段就直接一口气把它拉下来，那你的图形本身就会比较强烈。这样你们可以看得懂吗？图形本身会先出来，然后才注意里面有一些小皱褶，比方说我这时候再给它小凹凸起伏啊，我再给它一些小的凹凸起伏，这边有小的凹凸起伏。那因为很多人一开始画的时候都会去增加太多对它轮廓上面这种小的信息量，你去看那些高手他在处理轮廓的时候，他很少有这样子啰嗦的那种内容的。像你看这里说一是一，然后凸起来，长线段。长线段凸起来，短线段长的、短的，它的这个节奏感、轮廓的长短线是不是很明显？这样看上去会不会太简单哦？其实不会太简单哦，只有新手才会担心这个东西太简单啊。那就是想画复杂，但是你画复杂的时候控制不住。不，透透的有点肉好点，那是因为你看到它是腿，所以你觉得它是肉肉的好点。你不要被具象内容干扰了，你要看的一直都是抽象的形状，怎么样才不啰嗦？怎么样才不会信息量过多，或者是太过于繁琐？如果这样子你没办法看懂的话，我开另外一个图给你看，它一样是肉肉的，但是人家的形状高端了。你看一下木下的这个轮廓，这个轮廓会啰嗦吗？有这样子，有这里这样子做一堆这样子的东西吗？没有，对吧？好了，我们先不要把这个扯太多，就是很多人他会一直延伸问题出来，那这个是不是怎么样？那个是不是怎么样？这样我们就没办法把东西讲完了。我再给你看一个例子，就是完全不是那个透的那个影响，绝对不是这边这个东西，它的原本那个皱褶让你感觉有肉感这件事情，你觉得它这样比较好？因为你注意看，你敢处理的话，你甚至可以这里根本就不用去做这样一个。哦，这里有皱褶，这里有皱褶，这里有皱褶，这里也有皱褶，然后这边有皱褶，我一直去处理这些小凹凸起伏，从来都不用处理的，这边我们一直线到底就好了。看得懂吗？这整个是干净的轮廓。你看我画这边的这衣服也是一样，我就这里给它凸一下，这里给它顶一下就好了。有很多人画这种皱褶，他特别是这样子画皱褶的，比方说这边不是会有这样子的，就是那种就是古风不是会有这样的袖子吗？这个袖子最丑的方式是这样子。这个超级丑的，我就不懂，就是太在意这个皱褶一定要凸出来，一定要凸出来，你懂我的意思吗？你大可以这样就好了，然后这里也可以弄得很干净，人们根本不需要这些东西，他要的只是什么？你形状有足够暗示之后，这里这样子，我甚至外轮廓根本不用画，我都可以。外轮廓根本不用画那么多东西，我都可以靠内部的这些，就是你内部的这个线条，简单的暗示一下，人们还是可以看得懂。所以你要这些凸起来这么多小点干嘛嘞？
你懂吗？这里一多，你东西就会碎，然后就没办法整，因为你每一个你这样画一定是每一个东西你都用这种概念去画的。然后你们就是很多人在这里就会跳说，你写实的是不是就不能这样画啊？这个是不是卡通的啊？哦，我跟你讲，找图给你看。我们每次都要准备一堆图来打脸，很累。不要再问说写实的是不是不适用这种做法？你看一下，这够写实了吧？这是季诺季老的，只有那些不知道形状重要性的人才会说，我的肌肉上面有很多凹凸起伏啊，我一定要把那些凹凸起伏画出来啦。我的布料有那么多凹凸起伏，我一定要画啊。你看它够写实吧？这一条多干净，有看到吗？你看这个马是写实的吧？这一条多干净。这里这样子，整体这样子很光滑的，这是写实肌肉吧？它就是很明确的外轮廓啊。这一条是不是很干净？然后这里这样子直接下来，这条布，照大家说法，不是这里应该要这样子吗？布料不是被风吹吗？不是这边应该会有很多皱褶吗？为什么他刻意要整理干净？这样你们可以听得懂了吗？一定要有一些整的地方，勇敢的把东西画整比较难。对于初学者来说，把东西画整这件事像要他的命。初学者就会做，就是喜欢做琐碎。好，腐女曼的男性肌肉就不是在做形状这件事情，你拿腐女曼来讲，我们就没得谈了啊。好，然后呢，来。腐女曼就没有办法谈，你拿腐女曼的那个肌肉的那个画法，因为有的腐女曼她重视的不是画的漂不漂亮啊，是那个内容啊。不是伯里曼啊，腐女曼 ，BL 曼好不好？好。那我们这边简单介绍一下，所以刚刚直线砍的方法，现在大家可以知道吗？我先介绍一下，等一下我会操作给你看，好不好 ？CSI 是什么呢？哦 ，CSI 是我找一下哦。等一下，图库都在构成课里面。哦，然后那个是构成课，这本书应该有人看过吧？刚开始临摹骨架也是要用砍的，先等一下再听完再，你把这个问题记下来，听完再问吧，我会把它带到的，好不好？
你看它这个就是像这种人体啊，这种人体的资料在老外他们那边把它叫做就是这种画法叫做 gesture。哦 gesture 动态速写，这本我记得贵哥有汉化哈，手边有就是你有那个资源的小伙伴可以那个哦 gesture 动态速写，然后当他们老外在谈 gesture drawing 就是动态速写的时候，他们经常就会谈到我接下来示范的这种方法，就是你在画的时候，例如我看这边的这个图哦。画给大家看一下，他就会要你用笔的时候只用这3种笔法。比方说，我要画一个人物的动作，你注意看我现在用的笔，我用的笔法是这样子的，它有的地方我会画的特别笔直，这是其中一种。还有一种呢，是我会很顺的这样子画一条 S 型的线。还有一种是这样子，很接近直线的那种微微弯曲的曲线。那我们说的 CSI 是这3种笔法，很多人会搞混，以为是这样子，他会以为是这样的 CSI。这个是错的哦，为什么？因为这么弯曲的线其实是一段、2段组成的，看得懂吗？我们不会用这样子的 C 字形，不要这样子的 C 字形，这种 C 字形你没办法画出张力的，张力是这样子，在这2个点中间微微的，就是有微微的像这2个墙壁一样，把中间的线夹紧，它其实很接近直线。这是我自己的笔刷啦，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支笔刷，画很像铅笔的笔刷。好，然后他们会让你用这种笔法，可能比方说背部我就用 S 型概括，腿部这边也是一样，然后直线，或者是这条是 S 型，直线 ，S 型，直线，然后这里可能是这样，一条直线 S 型，直线，直线。然后这里曲线、直线，那你用笔用的熟之后，你的用笔方式因为只有3种，所以熟练度会快很多。哦，不要在意笔刷可不可以转啊！哦，你们不要在意那种小东西好不好？我用不会转的给你看，那个根本没有差好吗？不是因为我笔刷转了才画得出那个效果，好不好？然后你看，我把头概括成一个5边形，那原本是用直线切的5边形，直线切这个形状切好之后，这个是高考美术他们教的，教你用直线砍嘛。那直线砍其实它的系统跟CSI 很接近，因为我有学过直线砍，然后我后来我用的比较多是 CSI， 是因为直线砍完之后，你这样子它依然是一个比较结实的一个外形。但是它会带有一点点弹性，看得懂吗？然后他们在教的时候会教你用 CS3I 三种线段，把整个人体把它概括完成。哦，你用笔的方式经过限制之后，你就不会在这边忽然进入什么我要画细节模式。什么叫做我要画细节模式？这里有胸部的肌肉，然后这边有胸部的肌肉，我开始去在意说，哦，这里有
这边有那个腹部的有那个侧腹的那个肌肉，然后这边有肩膀的肌肉，这里有手臂的肌肉，然后他开始去抠那个小肌肉，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或者开始去这边，这里有这一条这个膝盖的这个肌肉，然后这里膝盖的肌肉，他开始进入刻肌肉模式，就不是在模仿外轮廓这件事情。那他们会关注你，就是叫你先限制用这些笔法，是因为你这样画之后，你的外形会容易整，而且当你外形一整，你下笔因为只有这3种选择，你不会有其他选择之后，反而变简单了。怎么样变简单了？如果现在有10个女孩子，你正在追10个女孩子，你班上只有你一个男生，然后39个女孩子，那这时候是不是很难选呢？这么多女孩子，你到底要跟哪一个女孩子交往呢？虽然说这件事情可能不是问题，因为你可能根本没机会跟他们交往，对吧？可是如果从这39个女孩子当中缩减成3个，你是不是就比较能够选择？可以理解吗？不然就说别的好了，说别的比较容易理解的，比方说，你老婆的生日快到了，然后在她没有指定某个礼物范围的时候，你女朋友生日快到了，这里有无限多个选项，无限多个选项的时候是不是很难选？对吗？无限多个选项很难选，但是他这时候从车子、房子，然后银子3个多个选项里面跟你说我要这3个，其中一个你选一个就好了。虽然还是很困难，但是总是比较明确的，对吧？对，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把选项减少了之后，你不要说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哦。也对啦，就是这3个都要啦，你就是用这3种反而变单纯很多。一单纯的情况下，你的形状就会明确，你的外轮廓就会有自信，它就会看起来非常的利落，非常的干净清爽，可以听得懂吗？为什么我这个它都不会跳到它的那个对话框都会自动跳掉？好，这样明白 CSI 的基本用法了，对吧？想要知道更多，我们构成课就是在谈这东西，好吗？没有选择，你就不知道要怎么画了啊！你的画法就会太多种。没有选择就是基本上直接从入门到放弃了。先从动态开始学，我今天就是要跟你讲，大家都想学人体，把人体学好，结果你会发现要把人体学好，根本不从解剖学开始，然后根本也不是学人体这件事情，连形都抓不准，学什么人体啊？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底下这边讲的哈。请问临摹需要画到完全一样吗？简单的图形当然完全一样啊！你连简单的图形都画不到完全一样，那你学画干嘛？我就这样问你啦。好，这里，请你临摹这个。你能不能临摹的完全一样？是可以临摹到非常接近的，对吧？假设现在市场上就是画这种东西是主流，然后画这个东西一张稿费就50万，你要不要画这种？你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要画的一样？那所谓说临摹是不是要画的完全一样？其实是你现在你要临摹的题材难度到底多高的问题。在那种很简单的图形的领域，你真的尽量要接近。如果那么简单的图形都做不到接近的话，在商业美术里面真的很难，就是练到职业水平，好不好？我给你一个苹果，这样的苹果教你画，你都有可能画成这样子。那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教？我问你啊。
这种情况下，你要怎么教这个学生？你想一下，假设你是老师，明白我的意思吗？好，先来看哈，它这个东西，你看我这边有写。把复杂的讯息拆分成小组简化，它分成黑白灰分组法、正负形分组法、直线切形法。这边这个比较复杂，我这里就先不说。我们先这一点前面复杂的讯息拆分小组简化这件事情，大家看得懂吧？这一句话看得懂吧？好，那。为了让大家先理解我刚刚讲要弄的一样的意思，我们先来跟大家说，在这个临摹的题材上面是有很明显的难度表的，不是说完全临摹对以后创作不好吗？你记住，我们这个叫幼幼班，我现在要让很多连临摹都临摹不好的，画一个这样子的美少年，他都可以把鼻子、嘴巴画完之后，他可以把头发画成这样子，这是他画的那个美少女，他画的初音是这样子的。连这个比例都抓不好的人，你不要谈创作嘛，可以理解吗？先把比例提高。我不知道超话是什么意思哦，你要问那个说超话的人比较好。我现在你先听完整个系统，你会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要临摹的接近，好不好？好，题目本身是有难度的。题目本身的难度是怎么定的呢？这个在我另外有一个，就是我另外有整理一篇讲座，他当时有提到一个东西，我们这边给大家提一下哈。我们先问大家哈。好 ，A 跟 B 哪一个形状比较容易模仿？好了啦，不要一直刷问题。就是我现在我在讲的时候，你一直刷问题，就是想要我回你，可是我也不能一直都回你啊。等一下吧，讲完的时候总会有那个的。好，你看现在是不是有大概80%以上的人说是 B？然后少部分人说是 A， 对吧？那回答 A 的，我再问大家哈，我再问你们，回答 A 的同学，好，这样一个头跟A 跟 B， 刚刚回答 A 的同学，我们现在再回答一次，请问你 A 跟 B 在模仿的时候哪一个比较简单？刚刚回答 A 的同学说就好了。哇，有人都觉得差不多，那好，都觉得差不多，我再试一个。你知道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已经其实很明显把答案摆出来了，然后就是会有人说，我觉得这个两个没有差多少，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只好再找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答案呢。
好，这个版本跟好，我们再看一次，觉得差不多的同学，你现在再看 A 跟 B 哪一个比较简单？啊，有人就是如果这时候还要说 A， 那真的就没办法了。大多时候形状明确的其实会比较容易观察，形状明确而且它的节点比较少的。为什么我们会说确实 A 会比较难呢？是因为这里面有这么多个小节点，你必须顾到。如果你要画得像的话，这些节点你都得顾。然后这些节点都得顾的情况下，是很难同时 hold 住的。这里这样子看得懂吗？你会发现这边这么多节点，这里有这样子小的节点，而且它的变化是比较软的。跟这边我只要注意到1个、2个、3个、4个，然后这个一段、2段、1段、2段，是不是线条形状这些东西是不是简单的多？对吧？所以在学习的领域来说，A 版本说，我们就说一般就是写实的轮廓里面，它的这种变化多半是比较小的，它的起伏是比较小的。然后起伏比较小的情况下，你是很难把这个形状抓准，并且很难学好的。假设我们以准度作为一个评测标准，那准度作为评测标准的时候，右边这个版本简单，是因为它的形状本身明确很多。那我们就要试着问一件事情啊，如果现在 A 跟 B 有明显的难度差异，然后总是有人嚷着说我不喜欢卡通，我就想画写实的那些人，他们都试着要做 A 版本，但是他从来没办法做对 A 版本的准度，他画的东西总是对不到形准，然后他以风格和喜好为理由，他拒绝去从比较基础的题型开始练起，这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发生呢？就是学不好。我们用一个具体的方式来说好了，有人说啊，我不喜欢99乘法，那个是小学生的数学，我比较喜欢微积分，所以我应该一开始就从微积分开始，然后就一直学不会微积分。我想学写实人体，我为什么都学不好呢？废话，因为99乘法都做不好啊。好，我们就是今天不说，我们不要陷入风格这件事情来说哈，不陷入风格这件事情来说，题目你就抓形能力的锻炼，它是有等级之分的，等级1、等级2、等级3。那我这边我要跟大家讲哦，我个人的分类表里面，等级1最简单的反而是好。这边有这几个类型，请大家排一下：美系动画、日系人物跟写实风格线稿，哪一个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看，不少人觉得2比较简单哦。来，我们可以给大家做一下科普，我个人的看法。我要跟你说这样子，我们现在不是经常会讲概括吗？我们经常会谈到什么？有一个东西叫做概括，然后概括这个东西分为在调子上做概括，好，大家专心听我讲话哈。另外一个在造型上做概括，什么叫做造型上做概括呢？
就是我们把人物用像这个东西，我们会说哦，日系的人物它是经过简化的，所以它经过概括，它画的这个形状是没有像写实人体一样复杂的。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说法，对吧？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有，对吧？然后我们这里分成美式系统跟日系系统。我得跟你先讲一下，这是我的看法哦。你们自己听，觉得有道理你就吸收，觉得这个东西胡说八道，那你就把它略过就好了。首先，日系系统里面有蛮多时候其实都是别人归纳好的符号，它是一个比较窄的符号，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美少女的画法，她的脸、身材、表演方式这些东西都已经有一套规范喽。什么叫做有规范呢？就是别人已经归纳好了，就是他的日系的眼睛的画法就是这样子。比方说他的眼睛就已经有固定的画法，要这样画；他的鼻子就是固定的画法，可能这样画；他的嘴巴就有固定的画法，这样画。他连比例关系都是被强烈要求要控制的，对吧？所以你今天你在画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多时候你得配合其他人。它其实是一个考试文化。什么叫做考试文化呢？考试文化就是你想在日系的领域当中拔得一席之地，得到一席之地的位置，你就有点像去参加考试，然后你的考试分数要好，这门考试的内容是固定的，大家都是这样考，然后我们很容易可以从考试分数中判断谁在日系风格中画得更好或更差。日系风格的世界中，其实考试分数的好坏比较容易判断。什么叫考试分数的好坏？就是美少女的画法，因为她的画法是比较固定的，它有一套规矩，所以画的好跟画的不好，我们是比较容易去记得的，去搞懂的。那这件事情其实你要知道，日系的画法意外的写实。很多人会说日系那个就是二次元，那个就是卡通啊，不写实啊。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日系的大部分的人体的关系、人物的人体的比例关系、肢体的比例，它是建立在跟真实比较相关的，它是比较写实的。你不信你就想嘛。日系里面你看的小黄漫，有哪一个是变成美式像飞天小女警那种画风，你还很能够吃得下的？当然不排除有人可以吃得下，但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例子，对吧？大家都钻研什么？除了脸是日系美少女画法之外，是不是所有日系的他们画的人体基本上都是在照着写实靠拢？我就跟就是你应该看过很多吧？画一个女孩子，她穿泳装。画她女孩子穿泳装，或者她可能甚至她还会画那种就是屁屁，然后他们全部都是朝着要画的有真实感那个方向去走，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那个8万他的喜好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所以他对这部分很有研究。你们如果也喜欢这种的话，可以去问8万。所以呢，这里我们跟大家讲，就是于是我们在练习符号这件事情的时候，从日系出身的我们，其实常常都欠缺了主动概括的经验。什么叫做主动概括呢？什么叫做主动概括？主动概括指的就是我今天如果画了一个美少女，我在这个美少女旁边跟你说，请你在旁边放一只老鹰。你知道绝大多数我们在座的同学有点经验的，他都会做什么事情吗？他会找一只老鹰的照片，然后开始就是直接模仿老鹰的那个整个写实的造型，然后把一只老鹰画在旁边。然后他没办法去做什么事情，他没办法把这个老鹰画成 Q 版的，或画成他自己比较有他自己个人风格的那种老鹰。比方说，他可能甚至就不画很真实的羽毛，它的形状也处理得很简单。
你看我现在在画的东西，其实我很多时候就是整个绘画语言，整个绘画的那个就是我要画的那个内容，我其实不太在意真实长什么样子。我大多时候我就是把它画成我自己认定的符号。我很多鸽子根本就是乱画的，我的鸽子几乎都是这样子。我都是直接这样子把它简化成一个图形，但是这个图形是我根据写实的概念里面，我把它重新编排过，变成重组成一个我自己的符号。那没有经过这种主动概括的人，他的练习他就会怎么样？他说我旁边要画一只老鹰，我就去找一只老鹰的照片，然后直接照着老鹰的照片看着画一个写实的版本。所以其实我们说有没有练概括，大多时候你练这种版本日系的美少女的时候，比较少主动概括的经验。你画的都是别人已经帮你概括过，别人已经帮你画好的东西，但是它并不简单。它并不简单哦，为什么不简单？因为这是人家定出来的规则啊。美少女的五官该放在哪个位置比较好看？美少女的五官该放在哪个位置比较好看？然后她的人物的脸这一个凸起来的部分能突出多少？这个东西也有规则的。像现在已经不流行这样子画的，看得懂吧？现在不流行这样凸出来的，它可能只能一点点这样凸出来。就连它究竟是从上方脸颊这边开始跳，然后还是从下脸颊这边开始跳，就是开始凸出来，都有规范的，可以理解吗？那么要怎么练习概括能力呢？概括能力大多时候其实是在美式系统练的。美式系统里面最常出现的是什么？他叫你画形状，然后画形状的时候叫你去感受，你先画一个形状出来，你想办法把它填空。例如我跟你说一个练习，我们以前我的老师是美国的那个，他是画绘本的，他是美国大学毕业的，他那时候给我们出的一个作业是这样子，他叫我们就是画一个三角形，或者叫我们给你一个圆形。好了，叫你画了这个三角形跟圆形之后，你想办法去塞一个东西，塞内容进去，并且要符合圆形跟三角形。比方说，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就画了一个。画 Q 版本身就是一个练习，就是一个概括的练习。你不会画 Q 版的，你不会自己画 Q 版的人，几乎是不太会这种主动把图形概括的。我那时候画了一只黑熊，然后这个我记得我画了一个长下巴老头。像这个就其实还蛮挑战你的那个训练的。我之前有看过蚂蚁八手王老师他的练习当中有一个这样子，他画了这样，好，他画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基础底，然后叫你们叫他的学生把这东西把它画成画内容进去，这个就很强迫你要想脑洞。比方说，我现在想成是这里有一个机器人，他的头发是这样子的，然后机器女仆之类的，我想办法让这个图形成立。也就是画的 Q 版卡通一点。本身是比较能够练到概括的，它不要求你做一个市面上大家都已经做出规范，这个东西叫做好看，这个东西叫做美少女的那个版本。那这种练习里面经常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项目呢？哦，你先用形状，然后你要画一个东西填空，画了东西填空之后。通常它的比例会经过变形，而且这个变形是非常个人风格的，非常个人风格的。我先不回答问题哦，你们现在就是想问一些很远很远的问题，但是我现在直接跳到那边去回答会拉太远。
然后呢，这里面会渐渐的形成一个你个人画东西的符号方法。符号方法，举例来说，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一个很容易出现的例子，你自己要画一个这样的主角，你就会卡关。例如，一个在华尔街上班、白领的精英的证券业的主管的公鸡，有一只公鸡在华尔街上班，他是白领，然后高薪、有品味的男性，是一只男性，然后经常穿西装上班。这个是不是就是迪士尼啊、皮克斯啊，他们那种动物型题材会出现要你画的内容，可以理解吗？而且他经常瞧不起人，这时候你就可以，如果你会画，你就会发现他们可能会有这样的，就是他可能用机关的造型象征发型，他会自己这样子象征，就是自己概括。然后用这个它的这个东西提底下的这一块象征胡子之类的。好，类似像这种感觉，这是他毕业的时候拍毕业照的那个学士袍，可以看得懂吗？然后他变成了上班族之后，可能他们就会在这里下手脚，变成，还戴了个小眼镜。好像这种，你一般你画美少女就不会练到这东西，可以理解吗？然后我们有了这个形体之后，在训练当中，它很有可能还会要你做比例上的夸张，比方说，他过了几年之后变成这样子，它的造型可能这样，甚至是我们把人就是这里的比例关系，把它整个强化、夸张化，变成像这样子的也有，可以理解吧？把比例变宽、变窄、变瘦、变长，这样你们可以理解吗？画剪影速写没有成长效果，那是因为你不知道剪影本身需要达到的条件到底是什么，你就是瞎画剪影而已啊。好，这件事情到这边为止可以听得懂吗？然后我们不要再一直问问题了，好不好？你问问题，我现在我也看不到，而且我也没办法直接这样的回答你，先留下来。把整段我准备好的内容，我会把它讲完的。大致上会把基本面的那个东西都先涵盖一遍。然后这里的这个部分，我之所以要拉到这边来，这个东西它是偏向临摹之后的你会开始遇到的那个挑战。临摹之后遇到的就是偏创作类型你会遇到的问题。就是在创作类型，你会学日系系统，然后你美式系统，如果你也能够会，这样最好。两种系统都融合之后，你的图形感会很强。图形感很强，你又可以掌握日系那种美少女的特征，同时两种存在的那种作家比较少。但是这已经是创作领域的，所以比较不是现在就是同学的，就是我们说幼幼班那种很多都还处于就是简单的练习做不到的那种状态，需要研究的这一块稍微后面一点，但我得把这边先跟你讲，把它拉回来。所以我们刚刚挑的这个难度里面，日系其实是比较难的。为什么日系比较难？因为日系里面有很多微妙的变化是不好掌握的。比方说我们讲最难的可能是它可能这个肋骨、腰部、骨盆。然后
骨盆、大腿，这个大腿这边的这种肌肉凹凸起伏，然后衣服这边就是肋骨、胸口、胸腔这些小节点，它大多都照着真实规则来。然后像我们的肩膀，这里这个小凹陷也是真实肌肉的那个版本，然后手臂这里这个小凸起，这边这个小凸起，我打箭头的小凸起，都跟真实比例关系会有接近，所以你在画这些东西的时候，它其实规范比较多，然后难度比较高，需要注意的点会比较多。好，那整个顺序来说是这样子的：美式动画第一个是最简单的，日式人物第二者，再来是写实风格线稿。好，我们稍微开给大家看。猫砂盆加奶冻卷是透视课的梗。像同学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低的一个题目。构成跟动态有关系吗？这样好难回答你哦，不要问这种好难回答的问题嘛。构成是动态在后面一点点，我个人的章节里面是动态在后面一点点的内容，因为这些动态的线啊，这些动态的线会在一张构图里面出现。然后像这个难度也是比较低的，因为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形状、这个形状、这个形状、这样子的形状是容易看的。好，先不要送花哈，不要送花，不要送花，来。所以你看这边的这个形状，它是不是比较明显、比较单纯一些？当然它这里有一些小凹凸起伏不容易观察，但是我们看它的大轮廓是清晰的多的，对吧？那哪一种比较难呢？我就做了一个整理。美式里面，你稍微再往写实一点，它的形状越来越不好画。像这里面可能要处理的东西，它就变多了，它的内容就要变多了。然后我们再把它再往下找，有一些图，日系里面有一些图形感比较强烈的作品，它会比较好画。像这种就有点图形感强，然后它又有抓到那种日系表现那种女孩子的那种韵味。或者很多你会发现那种，特别是女生作者，我觉得比较能够抓到这两种融合的感觉。因为男生作者在画的时候，他基本上美少女他就指往写实，因为他会注意说，胸啊、屁股啊这些东西怎么画才能够更诱惑人、更那种性感啊，所以他们大部分都是往写实走。然后男性作家一画写实，他就真的就只画怪物，然后那种超级壮的肌肉，比较少会有做这种两种美式动画跟日系融合的这种线稿的画法。这种大部分都出现在女作者，因为她会同时日系接触，然后美式她也接触，然后她又不是真的要画那种完全写实的那种肌肉男，所以你看这个形状，这种他们的那个形状是不是就很明显？这都是比较容易观察的版本。然后像这个啊，这个它也是形状比较简单，但是它的那个弧线就比较多。我们就来讲一下大概该怎么操作，好不好？我找一个比较简单，我画起来也比较不会失败的。
好，刚刚这个是小明助教找的，我就挑他找的这个好了。然后来讲一下简单的操作的那个样式。好，那我刚刚有先提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身边一定会遇到有一些朋友，他会用风格作为理由，然后呢，用风格作为理由，然后说啊那种卡通的我不想画，我不喜欢那些卡通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有提到一件事情，我们现在练的是一个技能点数，技能点数就是你对形状的敏感度。那他一直都只看到等级4以后的东西，你知道这种状况下比较容易发生什么事情吗？你们有没有玩只狼啊？最近啊？只狼 Sekiro 是不是很难玩，对吧？然后你玩那个游戏是以难玩出名的，就是非常难玩。然后如果死太多次，还会受到惩罚。还会受到惩罚。所以呢，像那类的同学，他可能就是什么，他都没玩过动作游戏，他从一开始他就玩等级4，他就玩只狼 Sekiro 这一类的那种游戏，他不是从人中之龙那种开始玩的，人中之龙那个超级简单，对吧？基本上不太会失败的，所以他玩了这个东西，他经常会怎么样？他挑战失败之后还掉经验，然后他累积起来的经验、累积起来的钱，这些东西还喷掉，还完全归零，而且还有可能会受到系统惩罚，就是你死太多次了，所以你的 NPC 跟着被惩罚。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如果把这东西不要用风格来判断，我们纯粹只是要求大家，希望大家能够看待自己对形状的敏感度，那我们就从等级1开始来测自己能不能抓得准嘛，这样子了解意思吗？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风格问题，我们当成是形准的累积点数问题。那这时候累积点数就可以比较客观的去看待它，我要把我的点数累积起来，对吧？好，那这边有讲抓形的方法，什么方法呢？最基本的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教你怎么观察比例。好，比较常见的就是传统美术里面会有一个叫做垂直水平线定坐标，还有一个做法叫做斜率。那第3个我们等一下再来说，这个比较难一点大多时候是这样子的。如果我看到这边这张图，我要模仿的话，我可能需要先观察什么？我们最好不要这一个版本这么大，然后我去画一个这种大小的版本，因为只要一做放大这件事情，就很容易比例不准，而且容易失败。这件事情可以听得懂吗？最好你是左边、右边，你就直接这样子复制就好了，至少这样子天地你不会预估错误。你只要左右这个东西稍微估一下就好，这样可以看得懂吧？有画过那种就是在学校有那种美术，就是后面的校园布置吧，就是教室布置。当你一画大的时候，那个布置是不是就很难，对不对？有可能我们大家有边缘人的经验，所以你并没有参与过校园布置，但是总有看过人家布置过吧？所以我们今天在画的时候是这样子的，上下十字其实是它这个东西你要先归纳，大概测一下上，测一下下，然后它的左右，你可以在原图上面这样子标记。之前我一开始练的时候，我有这样的标记。你这样子做上下左右，你大概就会知道。就是对于完全没有练过的同学，你可以先在原图上面这样子做标记，上下左右，你是不是就会可以在旁边复制一个同样的上下左右这样的分布比？而且你会发现如果我这样子定下来，它的左边跟右边，就是从最高点往下拉这条线，刚好距离左边右边是一样的距离。然后这一段比这一段看起来多少？这段如果是1，这个高度如果是1。这里高度是多少？看起来是1、2、3，大概4，对吧？这边是4，1比4的位置，所以这里是4，1、2、3、4，然后这里是1。我们要找到这个4比1的这个位置，找到之后把横线把它拉出来，
横线拉出来之后，这左右的宽度，如果我们以这一段是1，这里大概有多少啊？你就可以自己就是根据这一段作为参考标准，然后稍微抓哦，这里看起来像是2.5，12，2.5，12，2.5哦，所以我们往旁边12，2.5，12，2.5，OK， 它就有点像这样子。一开始你可能你要先能够大概的感受一下这东西的长宽，这里看得懂吗？这东西这个不见得是必备，一定要练习的哦。我们是先给真的有很多不太会画的，你先做这样子的测量，然后测量一下它的脖子在哪里哦。我知道它脖子大概在这个高度，好，脖子在这个高度，然后它的这个耳朵这个领带这个项圈的围起来的位置在这边这个高度。在右边一半的地方往上，右边一半的地方把它往上，往上拉，刚好到这个一半的位置。所以像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相对的坐标关系？看得懂吗？对，然后你会发现这里有一条，这边这条线是这样子长斜线这样拉下来的。这个斜度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旁边模仿？然后底下这里稍微拐弯。那它这条斜线呢？我们把这直线拉上来，这条斜线的斜率是不是就很容易观察？所以把直线拉上来，这条斜线的斜率就很容易观察，你就可以画一条接近的。然后这边这个点。大概在底下哪个位置，跟这条斜线大概多斜，是不是可以找到这个点之后，你再判断这条斜度？好，我们这样是不是它一个外框被我完成了？因为你有垂直的轴跟横向的轴。所以这个斜线大概多斜，你是可以根据垂直的轴去观察判断的。每次临摹这样画不会很慢吗？你不熟的情况下，这样当然会很慢啊。有什么时候做会很快的？那你会说，开车的时候我要先打档，然后再踩油门，然后这个东西这样子，每次我都要这样子执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就是开过手排车，它还要踩离合器。然后踩离合器的时候还要打档，然后我一开始都会手忙脚乱，我也觉得很麻烦啊。为什么开车要这么麻烦？一开始你都会觉得它的步骤很多，但是你真的熟练的时候，它是很快的。不是啊，你这个东西，你说现在说这个东西那么麻烦，底下你稍微的熟练一点的时候。它是很快的，我甚至这个线我都不用画了，会觉得麻烦，就很容易学不好。因为这么简单的形，你到时候你不用这个方法，如果你抓得准 ，OK， 那我们来跳下一个版本看看。跳下一个版本，看你能不能抓得准。如果下一个版本你也能抓准，那好，我们再试一个更难的版本。你总会有一个版本，你得好好的经营你的策略，好好规划你的策略，而不是所有东西你上场就是什么无脑打，就是无脑冲、无脑砍、无脑用武器。一定有一个难度的版本，会让你觉得说做这么复杂的步骤是值得的。那不然你干脆说这样说好了，为什么我要画线稿？我不能直接就用色块上色吗？难道每次画都要画线稿吗？线稿这么麻烦，对不对？你现在说的事情就跟刚刚我说的那个事情一样的，让人觉得问号问号问号，就黑人问号啊。就是一般来说，你稍微知道学习这件事情是怎么回事，你不会说出这种话的，好不好？
学高中数学好麻烦哦，我可不可以一开始学我就学大学数学啊？我就学微积分啊？可以啊，你天才的话是可以的。那我现在可能我就直接这样子看肉眼看，然后去切。然后这个位置，终点，这个终点，我现在底下先示范给你们看比较随性的版本，就是我跳过了一些步骤，但是还是用了一些辅助的方式去把东西完成。像测这个眼睛，它的这个眼睛宽度，中间的宽度。然后耳朵的位置，这往旁边切过来。这里，因为我们刚刚是这样子2条线，你就把这条线再掐出来就好了。可以看得懂吗？好，那上面这个我们是不是前面这个测量这个大外形就花比较多时间？如果是平常在画的话，有的教学是直接跟你这样讲的，直线这个步骤是最麻烦的，这个步骤是最麻烦的，为什么？传统美术其实它也会教你这样子测量，测量之后你再去打这条斜线、这条斜线、这条斜线、这条斜线，因为1、2、3、4、5这5条线。如果你很熟练，你也可以徒手靠观察去画，这样就可以跳过前面很多步骤的时间。然后你就观察这条线多斜，我就跟着画一样斜；这条线多斜，我就跟着画一样斜。然后这里呢，可能就要先用平的测量它的高度，然后手。这个位置在哪里？在这个线段，这整段底下这个框的1/3处。你看我现在这样子画也可以理解吗？这就是素描的方法，没错。我的比例抓的比较不对，我稍微 Ctrl T 一下，就是基础素描的方法。眼睛的高度在哪？我们用直接在纸上面横向轴去量一下眼睛高度，眼睛的中间这边底部就是眼睛的底部刚好跟鼻子切齐，然后嘴巴。所以如果你要练形准的，一开始其实是这东西你要抓的准，素描打形的方式。但是素描很多时候是看着实体物写生，对吧？实体物写生的难度比我们这边画的东西都高很多，所以我们与其就是我们说素描的打形这个难度，你不如先测试自己这只狗，你有没有办法直接这样子画，然后画准。如果不行，你在那边谈素描，我要画素描的那种人像，我要把它画准，其实也是说笑，你知道懂我的意思吧？就是在难度这个比较低的题目下，你都做不来的时候，你一直看着后面的那种比较难的东西，往往做不好的啊。这眼睛的位置，这个眼睛的位置，直线。如果我们现在画这个东西，它其实也是练素描哦，就是最底层的素描，它的素描精神是一样的，就是你的抓形这件事情要抓对。我们这边很多都是尽量用直线先做好音架，先把那个枝干做好，枝干做好之后，你才能够曲线才能够抓对。对，你现在这样的话之后，你还是会省略的，但是前期你看有些同学可能连画这个他都有点吃力，他不用这个辅助方法，他是抓不准的，而且他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找到那个规律。规律就是什么？最初的这个十字你会标示一些它的上下这个比例关系那个范围，这个东西
叫做十字抓形嘛，基础素描里面抓的方法。那8万他有就是贴了，就是有一篇笔记，他有多做一篇笔记，我没有给大家看，这是他以前练习的方式，这个是 V 大的，这是 V 大的作业嘛。Victor 的那个作业叫做预科作业，这预科作业干嘛？他就画一个这样子的线段，然后叫你去找那个轴线，找那个框框，然后把这个框框框起来之后，你要模仿一个一样的线段。他这东西画了几个？他自己说他画了632个。但是这个东西我等一下我讲这个，你看我一开始如果讲这个，是不是就刚刚那个问题一定会出现？每个东西都要用这么麻烦的方式画吗？这个是 Victor Cloud X。CLOUX， 对这个东西这样子画，它就是新手的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劝退用的，就是你新人其实很容易熬不过去的。哇，不知不觉我们讲了快2个钟头没休息。好，这个题目这个难度可以听得懂吗？那我之前我在画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画的时候，我大概做到这个程度，我自己也觉得 OK 了，因为大的比例关系有对，大的比例关系是接近的，然后不要差太多，不要差太多。我没有要你就是完全叠上去是一模一样的，我也很难做到啊，我也很难做到。大概像这样子7、8成像，你的宽度这些比例关系、位置彼此之间位置关系不要差太多。如果你稍微画大了，你缩小比较一下，它有没有彼此之间的关系正确？如果有哦，那好，你现在抓的这个东西基本上 OK， 你对形体的准度一定有了。因为你知道这东西其实指的就是什么？这就是最基本的，你看着人家的图做手眼协调。那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就是有很多新同学他画的时候，他画眼睛、鼻子、嘴巴，这边是不是就会有十字线，有这个鼻子的线、嘴巴的线这个位置？然后他的头顶的那个头发的高度是不是就会有？比方说，我看到的参考图长这样子。8万是我们的助教之一啊。哦，小明也是我们助教之一。这次里面的那个图包是他们2个准备的，哦，他们2个帮大家准备的。好，比方说，这就很明显啊，像这样一个人脸，我们就很多人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就会画成这样子啊。这是不是基本的问题就出错了？看得懂吗？然后脖子又画的比较宽，所以这不就是基础的？我们说，这个高度对这边对这里，然后眼睛的这个底部的高度，它从头到尾它就已经变成这样，就整个都比例关系都不对了，对吧？看得懂吗？哦，我故意画了一个很夸张的版本，或者是你会看到，就是刚开始画的同学都是这样子啊。我们画个，比方说少女前线这样子，它这里有一个装饰品嘛，然后他可能穿那个夹克，然后他的手就不会画，然后身体就画的特别小，那个什么416那个角色。然后他的手就会藏在后面，所以他会画成这样子，然后拿一把枪，然后身体的比例关系是不是就不对？可以理解吗？
所以就是很多人犯的这个基本问题是这样的。人头这个部分，头发要怎么用直线切？好，头发你要这里，比方说它基本上可以用一条平的线去代替啊。这里这样子切3条线，这里第4条线，你有这样1、2、1、2、3、4，哦，这几条线框住，然后这里这个地方你如果真的要抓，我可能会在这边这样子撇一条，这里画一条，哦，把这几条先画出来就好了。1、2、3、4，然后这里有一条，这边有一条。这几条的位置比较重要，其他是其次哦。你把这几条画出来之后，脸颊的位置，有了这条线，是不是旁边的东西你在补的时候其实比较简单？因为你只要对齐这条斜线，然后把旁边的一些线段用肉眼测就补完就好了。所以我并不会把它每一段就这样1、2、3、4，我切这么多段，其实反而没意义。这样听得懂吗？好，所以题目的难度，当题目的难度开始上升了，开始变高了，你要考虑的事情就更多了。像举例来说，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斜率，我找一下哦。简单的图形反而比较容易看得出来你什么地方出问题哦。我们看这个好了，这张还蛮好看的。起步金正机的就慢走不送哦。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跟你讲到了，像这个，这怎么画？这你要怎么画？你看你这可能就要先大概的，我们要把它的这个上下这个关系把它画好。你看哦，看我现在画一次哦，这样上下关系画好，我没有什么把握可以画得很准，但是我尽量哦。然后它的宽度，我通常还是会做测量啊。这个上下定在哪还蛮重要的，上下的范围知道之后，左右的宽度，左右宽度要先根据我先把这条线定义出来。好，这条线，然后它的宽是这种宽度。这里整段有没有发现有很多巧合？这里这条线可以连接底下，跟他的大腿，跟他还有他的小腿，这整段是可以这样子拉下来的。这个东西的斜度，你是不是可以抓得到？看得懂吗？然后角对角的这个线，这里是这样切下来，从这边这个端点，我们把它定做定一个端点，然后这样切下来，连接另外一只角。所以我多半会找什么？我会找这些，就是我在练习的时候，我会先确认它的高度，然后左右这个宽度，你如果在原图上你没有这样标示的话，你很难确认左右宽度到底要加在哪。所以当我把这条斜线大概切出来之后，我会建议你直接在原图旁边你这样子画。当我做练习的时候，我经常都是这样子练习的，就是我就直接照着这个东西画。那我会自己要求自己准度要够，但是如果准度不到，你至少你要先习惯这样子切形的方法，然后不要一张图画太久，不用一张图画太久，你先让它的亮起来，它的那个大量的那个亮起来。那像你看这题其实也是一条直线，我们就把这直线把它拉上去，你把这一块三角形直接画出来嘛。它很多练习研究的方法是这样子研究的。好，我们把这个三角形画出来之后，你会发现说，他们两个人的头的位置，这边大概有一条这样的线，可以先分割一下，先做一下标记。通常这东西都叫做标记哈。这样子画久了会不会有依赖性？这东西不是让你创作的，这东西就是让你
很习惯分组，并且把一张别人的图在5分钟里面或10分钟里面，你当成像是上课涂鸦一样反射动作。对，就只是反射动作而已，没有要你在这个地方，你就是当它是创作工具。平时抓形还 OK 的人，我等一下再拿一个更难的题目来，你就会发现说，平时抓形你觉得还 OK， 有别的东西你可能就不 OK 嘛。如果你都 OK 了，你当然可以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啊。他的手的斜度是这样的，裙摆的斜度是这样的，你们注意看哦，这边我都有抓它的斜度哦。然后这个手是这样的，这就很像传统美术里面抓形的那个方法了。然后它的这个手臂是这样子的，我会越切越细，越来越，就是它的那个形状越来越窄，越来越小块。然后你看这条线跟这条线，它是不是有角度差？有没有发现有角度差？这个东西就是你用直线，用这种就是直线的那种观察法，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有微妙的角度差。然后差不多到这样子，你的主架构就做好了。对对对，就有点像石膏的那种做法。然后它的脸，这是直线的。这里这条线，她的女孩子的这个脸的线，比她的这个手的线稍微高一点，但是很接近平行。然后这里是1、2、3，它的这边有一个拳头。好，你看像现在我们这样子切，它的形体是不是开始有点出来了？你这个方法是不管它的立体感的哦，这东西没有要你注意立体感，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纯粹2D 的线段的斜度，2D 线段斜度，你观察的东西都是平面，不是立体的。这样好杂啊，你真的这样画之后，你会发现这样画很快。我们真的这样画也还没有到5分钟哦。就是假设我不跟你们废话那么多的话，其实5分钟内就可以做到现在这个阶段了。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哦，这个方法你不认同，你不觉得这个东西有用，然后你继续就是用原本的方式做也是可以的。这个其实每个人的做法不一样嘛。那我大学的时候，我做了很多这样子的练习。应该说，我刚出社会的时候，我做了很多这样的练习。这东西就是要你从一堆内容中找出规律，跟找出它的那个规则跟它的那个形状之间的那个关系。对，你不这样子从大砍到小，你一开始盯着这边画的时候，你后面你就会 hold 不住，它的比例关系就会不对。然后你看这条线跟这条线有微妙的差异，你必须做到，就是可能你都得观察到这种程度。而且你这时候可以专注的就是什么，有点模仿它的用笔，因为我们挑的大部分它的用笔都还蛮明显，就是 CSI 3种用笔。然后这只腿，第二只脚，第二条线，它的这个线是这样直下来的。看这条线，抓到这条线的斜度，直线，直线。
其实你要快就不用再降低透明度了，就像这样子切已经很够了。你再换一个不同颜色的笔去把它的那个具体的形状把它提出来。像这样子是不是它的那个形已经慢慢出来了？可以看得懂吗？这有点就是从大砍到小，然后从外切到内。那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肯定你会不太知道该从哪里切起，因为这个题目就已经复杂了嘛。你会说它会很杂，是因为你看到这东西，你觉得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比较有可能是这样的状况。但是你从简单的开始切，你会比较容易找到那个顺序。像切习惯了，它就真的就是热身运动而已。有什么这类型的图吗？这种就是美式作者画卡通的，我们已经有准备一个图包在幼幼班那个群里面了。这东西不是让你创作用的，这东西就是要你做成一个反射动作而已。幼幼班的群，等一下，那个管理中心应该会发的。等一下哦，大家。好，这样子看得懂了吗？然后你就缩小，其实它就已经有那个样子出来了。这东西是练习纯粹2D 转2D， 就是你不要去想它3D 的东西。这个难度已经提高了，对吧？难度提高了，如果我们再把难度再稍微增高一点，你就会开始越来越不好画。比方像这里面它的那个凹凸起伏的变化就多很多，你画一个人脸，你可能都有点难度。我找一个比较难一点的。哦，这个图形太抽象了，反而比较不好观察。等一下哦。找个比较容易的，像找个有点难度的，像这个。比方说，我把它们图档变大。像这个我又该怎么办？这
这个里面有很多，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小细节的。那你这东西你要画，它就会更就是你就有点像是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那种人家都叫做数独啊，就是那种解数学题目。你把它当成像数学题目一样玩就好了。这东西就是让你说，你看到这个题目，你知不知道怎么解它，要怎么去画会比较好。比方说，我们就立一个直线好了。我在这个地方我立了一个直线，然后这样子，中线我在它原图这边就是做一条，就只做一条，然后其他线我就先不画了。那这时候这里是不是你就可以找到它的斜度？然后往上这样下来，是不是3条线段可以概括？看得懂吗？然后这里有一条横线嘛，横线，然后它的手的这条斜度，这是直线，这是这样曲线。然后这里稍微有一点点角度上的差异，所以你要把角度上的差异稍微勾出来。然后这个脸往里面凹，直线下来，这个 S 型，看到这边这几段线的长相吗？你就只看这线，不要去想内部的东西。对，所以它的难度就会开始变高了啊。但是你就是这东西就是干嘛？就是训练你找策略，你的策略要出来。这条线，你可以在跟我一样的那个就是条件下，你去试这件事情啊。因为现在我如果是就是看着它，然后我照着切，你应该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然后你自己切看，你就会发现说，哦，尽管我们现在这样子切，好像就是在上面都有切它的那个身体的那个线，好像有作弊。可是你真的这样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要一样的找到切哪一条比较不会乱，这件事情其实也不好，也不是那么简单的。然后这个手一条下来，这里面还有一点，当我切这条曲线之后，它里面还会细分为肌肉一小段往内切，另外一小段往旁边长，然后整个手的位置，看得懂吗？然后你看这里有凸起来一条线，我们就先找它的轴线的方向，这条线找它轴线的方向，它的这里这3条分别就是你要观察找一些比较重要、比较能够看得到的那个线段方向，先把这几条线就是标示出来，它是一个记号。然后这里我就没有要求自己一定要画准了哦，因为你轴这个位置找到之后，你就可以画得很接近。但我没有要求自己完全一定在这个旗这边要一模一样，因为有些东西你追求它一模一样是比较不现实的。这个部分追求一模一样就不现实了，没必要。大方向这个轴线的方向要抓对。然后这里变成反而是这样走，然后脚往后，1、2、3这3条线，抓这3条，然后脚下来。这里还有一条，这条线角度稍微跟腿有点不一样。你看这里这条曲线，你如果这样子切这边的话，你就发现它们角度稍微有点差异。用直线切的目的就在这，发掘斜率上的一点差别。看这个形体出来了，可以看得懂吗？这条往下拉。往旁边拉，
哦，这样子这个图形它的难度比较多曲线，跟刚刚比起来又稍微难一些。我大概会讲到可能10点半到11点之间。如果你真的来不及，你有事情的话，可以晚点，就是之后再回来看录屏。然后我们再把难度往上升一点，难度往上升一点，升上去是什么样子呢？像这边有一个叫做正负型的分组法。你可能就还要画这样子的，就是你可能它的内部这些东西你要会切它，外部你框出来之后你要切内部。但是这个就比较难，我就不在这边做示范了哦，这太难了。哦，这个就是有黑跟白，有黑白这个形状内部的切割变得更复杂。如果你没办法把它看成是，就是看成是这样的线、这样的线、这样的线、这样子的纯粹这样形状的话，你就很难把这东西画好，你会被它是眼睛、鼻子这些东西所蒙蔽。哦，那我这个我不知道是谁画的，我是网络上找的，就是通常我都是网络上翻一翻适合的，把它收下来。这里有一个，先提一下这件事情吧，这就是透视课里面提到的，当你等级升到一定程度之后，这边的题目到一定程度之后，你会遇到有一个坎，这个坎叫做带透视景的插画，这有隐藏的透视规律。什么叫做隐藏的透视规律呢？我找个图给你看，刚刚就有同学不是在问金正基吗？找个图给你看哦。像这样一张，你可能就会发现说，哇，自己做不到。就是这种图，为什么它这边难了呢？它难度又突然提高了呢？说说看，它为什么难度又提高了？它也不是复杂哦。我们把它的那个调子先去掉好了，假设调子去掉，它的这个人的位置，这边的人的位置也还可以看得过去嘛，可以看得出来吧？要不然如果这个东西太难，它的那个线太杂，我找有没有比较不那么复杂的给大家？好，用这个好了。好，像这个啊，多数人如果你没有透视概念的时候，你在画这张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你每一条线都得靠观察，然后它每一条线是不是都会变很复杂？比方说这条线我也要观察，这条线我也要观察，这里的这个线我也要观察，这边的这个线也要观察，你是不是就找不到这整张的规律？看得懂吗？就很多人看不懂它是怎么画的，就找不到它的规律，对吧？我这样画一次给你们看。当你如果所以你如果不懂透视，你这时候你就没办法画到这一个题目，因为你画这个题目的时候，难度需要的知识量就太多，你没办法找到一个下手的那个就是切入点。
那如果你看这种透视，你会发现它的透视是这样走，这里这样走，它的 Z 轴是这样走的。好，它的透视是这样走的时候，我怎么画呢？我们就直接照着，就是我就参考它，比方说我把这条线先打出来，一条，我就这里这条线，然后这条线特别重要，然后这条线，好，3条，这第4条，这一条代表 Z 轴的这条很重要。好，这个东西一出来，其他后面的东西就简单很多。比方说，好，我这5条出来之后，你看我怎么画呢？第一个人，第二个人，我们要标，像我的话，我通常会标示一下，我会这里快速的打几个位置，就是它的位置的那个点，我会这样子标示。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桌子，这一条线，你可以根据自己对透视的理解直接补完，有一些没办法看到的部分，甚至有一些不好观察的地方，你不用靠观察，你直接画透视都可以。因为这时候你自己有透视能力，你是就是透视的那个基本功，你是可以根据它的透视的变化，去把这些不好用观察的地方把它画完的。那可能我这里这条横线。然后他的人的这个柱子，我这样画完，好，这个人的身体，1、2、3，这个肩膀是对齐透视的，然后这里有1、2、3，我要标示一下，这边有零件，你看，我们注意看我如何由大切到小哈。大块的东西逐步的画到小的部分，那我们的用笔都是一次到的，在临摹的时候你要做到这种程度，因为人家那个东西已经提供给你了，你如果还要磨磨蹭蹭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定是还没到那个熟练度。然后这个位置，然后这个锅子的位置，手的轴，手的轴一条跟它的这个手臂的轴稍微有点偏差。我跟你讲，我得跟你说，这个练习像临摹金正基的这个练习，我之前超级常做，我大概做了应该有10到15张他的图的这种练习。到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其实也不太会，这种题目就不会要求你一定要画的完全准确了。当然能够准确是最好啦。不能准确的话，你就以你自己的透视为主，主要是你透视得对。你看它的头是这样斜的，开始空间出来了，对吧？像我们这样子，是不是东西就开始出来了？可以看得懂吗？不要对着照片画，照片太多东西，你要主动去把它提炼成线条了。如果你不是很熟练的作者，你是没办法提炼出来的。你看这整只手，这个点在哪里？1:2，1:2。我们这边为什么一直拿漫画稿子给你？就是这东西人家已经整理成线，它比较容易观察。你自己去画的话，你去找那个照片画，就常常出现的问题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概括成线了。这个图是我刚刚临时找的，你看我把肩膀的位置定一下，肩膀的位置定一下。
然后它的角，这个线也是勾一下，这边就很需要你对透视本身的，就是你对透视本身有理解，你才知道那条线代表什么意义。然后这里有一个酒瓶，这条线标记一下。然后这个厨师的脸，跟他的帽子的2:1那种感觉，他的手的肘。另外一只手的肘，然后他的身体这边是这样斜的，你有没有看到形体开始出来了？透视自己画准许误差吗？如果你是自己画的，你要以你的透视为主，就是不要完全被它牵走。有很多东西你得自己把它透视，把它就是照你自己的透视把它补对。他的手在这里，另外一个人，这里是这样1、2这样下来，你看我是每个地方我都画一点，一条线、2条线。大概画到这边，它的空间就出来，你那个位置就要对，可以听得懂吗？这个就是比较难的题目了，就不是说我们前面那种幼班它抓形它会遇到的那种题目。你很多初级的同学，你根本不会就是需要做到这种难度的题材啊，因为有很多同学他会觉得说，那我抓形已经蛮熟练了。我有没有办法，就是我可以跳过有些步骤，或者是不要做这个练习嘛？可以啊，那你再来就是什么，把难度提高，比方说像这种的，它就要兼具抓形，就要兼具透视。你在画的时候就特别的，就是难度会特别的高，难度特别的高，你就有挑战啊，有自己的挑战，就可以试试看这东西我可以做到什么程度。所以像这样的题目，就不是现在大家需要做的，我就不再花太多时间在做示范了。你可以看得到我这里做到这为止，应该也可以大概知道我怎么看它的这个图是怎么画的。先抓形再懂透视就好了。这种带透视的临摹精度大概要到什么程度？我开给你看我画的版本哦，我以前画的版本。就是我那个时候画的版本，大概45分钟吧，不用特别到这么满，不用特别到完全一样，但是你要抓到大概像我这个程度，这个标准差不多。大概是5年前画的哦，也5、6年前画的。然后我还有做步骤的，像这个，这我5、6年前就是练习的版本。你看左边就是跟我刚刚那个切线的方式很像，对吧？大概到这种程度，可以理解吗？这我自己当时做的那个标准啊，你可以参考看看要做到什么程度。
对，我包10到15张里面有包括这几张。那它这个东西说到后来，它到底对你的那个帮助？你看我也有练过，练这样子的啊，就是一样也是抓形啊，几个小时也是可以的啊。你看，就是挑战最好是你大概在3、4个小时应该就要能够搞定的，不要超过3、4个小时。我刚刚做那个狗也不过5分钟左右而已啊。你要做就是比你现在能够做的东西稍微难一点点的，这个东西的斜度啊，这个的斜度，手的斜度啊，你看我就照着这样的画。这种练习大概要做多久？要做个3、5年要吧？你就是持续有练习，因为到后来你的准度要求会从什么？会从形体准，形体准还要带透视进去，你能够自己拆结构。带透视能够拆结构之后，你还要调子能够抓准，就是你看着人家的图，你能够直接看着画画的像。哦，就是你的要求会慢慢从形体的线条准、造型准之后，开始跳到调子要准，然后轮廓要准，边缘的层级这种模糊的程度要准，对吧？所以有涵盖透视的那种，就是先架透视空间，因为透视空间一定会包含大的形，这个东西不是这样子架的话，它就有一个大的形了吗？然后这个人物的身体的体块，它是不是也包含大的形？所以你要同时看到透视跟这个大型的线2个东西要同时顾，所以透视的东西才会难。那我们学这个东西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它就是让你很习惯去看到整体的图形它是怎么配置的，因为你一定会先看整体，它的上下、它的左右宽度，然后它的高、它的斜度，它特别明显的那些线，特别好抓的那些线在哪里，然后它的比较重要的那种，就是脸部的那种小结构，就是它的那种五官的位置，它的那个轴线到底放在哪里，这些东西你记忆得了之后，你记图形的速度就快，脑容量损耗会降低，然后你能够拆完图形，你要记得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有一个常常忘记做的叫做默写，去提取你刚刚记的那个东西。对，提取你刚刚记的那个东西，像我刚刚画的那个很多东西，我是直接看着画的嘛，直接看着画，可能其实没有记忆下来啊，我只依稀记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就是第一阶段你是不用记得很熟的，但是你在长期来说，我们会希望你能够就是能够做默写。刚刚好像是这种感觉，看得懂吗？你看我刚刚因为我都没有在记啊，我都只是在纯画。你一开始一定是纯练习纯画，然后再来就是什么？你要能够记图形，你要最好能够就是记得它，要背它，然后看你记得还记得多少啊？你如果锻炼的很熟，你留下的那个记忆量会是比较高的。我有点把2个合在一起了，你看，我把刚刚我画的2个图形合在一起了。对，然后像刚刚的那个。我记得刚刚是这样啊，它是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我随着我把这个东西逐步把它画出来，我刚刚画的那个记忆会浮现。
我记得这边有他的手，然后这里有另外的手，这只是稍微有点斜，然后这边的斜度不一样。然后这里有一个三角形，还记得吗？你看我这个东西是不是现在有把形状记住一部分了？那他们的脸是这样切的，我记得他的帽子好像这样。然后头发，他的手这边是这样子顺着中线，然后这里记得是鼻子。你看，我记得的，大概记得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中间有切一部分的话，我就可以记住，就是我一开始那个形状有记出来，其他的东西是慢慢就是把记忆唤醒的。这有点忘记它是切这边还是切这边了，没关系，这里不影响。然后它的这边脚是这样站的吗？我记得大概长这样子。我以前会反复临摹，我真的有反复临摹，就是金正基的一张图，我那时候画不熟，所以我就画了大概4次5次吧，我开给你看。你看这个，我当时画了好几次啊。然后只要我记得，只要就是练到后来，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有用的东西是这样子，我只要记得，我只要大概看过这个图形，然后我有用心去看的话，那个图形留在我心中的印象大概可以留到这个程度，这种感觉。就是它的比例关系，你会比一般人准，你会比一般人要来的敏锐，然后要比一般人来的那个记得牢，你可以留下的东西会变比较多。我们可以看刚刚那张剩下的，就是刚刚我们临摹的那张。这样比较一下，撤回键对你一开始你可以少用一些比较好，就是不要
不要一边画一边撤回，不然你那样很容易记忆就是都忘记，就是只注意撤回，只注意这条线对不对，所以你想好之前再下笔，这样你们看得懂吗？临摹完有种神墨的练习，我刚刚才讲你临摹完你要做默写，你在这问说我临摹完有种少了什么的感觉，是不是练习少了，默写少了啦？对啊，这张原照片我记得是什么战争结束，然后就是这个男的忽然找旁边这个女的就是亲吻她，其实但是他们两个我记得他们两个不认识，两个互不认识。而且当时这个男的旁边好像他女朋友还在旁边，这就是现社会，然后这两个人最后没有在一起，然后就只是路过，然后亲了一下这样子。临摹完你可以马上默写啦，你也可以隔一段时间默写。画人体是临摹画师的作品，还是直接画照片速写呢？我们这边没有特别要讲画人体哦。我画的这个东西是人体吗？是啊，它也是图形。你先对图形，然后我不建议你特别照照片，因为照片里面很多那种小凹凸起伏，你不太会抓。这种这么明显的图形都抓不太来的话，你抓照片其实也抓不太好的。对啊，这张前阵子才有那个新闻出来，我是有看到。好，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你一开始，为什么不学习肌肉和骨骼？我这样子反问你好了，学习肌肉跟骨骼之前，你是不是要能够先把肌肉跟骨骼的形状这些东西画准？画准这件事情是不是相对来说，在整个三角形的更底下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没有肌肉跟骨骼这件事情，是不是那只狗狗还是要画准的？我没有说不用学，你要先看一下最底层是什么。我今天这样说吧，我有一个人物的手这样子。好，这个人物的手这边这个弯曲，这边的弯曲，这里的弯曲是不是还蛮复杂的？看得懂吗？它的那个形状，它的这个比例关系，你可以从别的东西着手。你一开始就一直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先学肌肉跟骨骼？顺序是在这边，你才可能碰到肌肉跟骨骼。因为你要开始偏写实的时候，你才很需要这个东西的准度。其他时候其实你没有需要到那么写实，你更多时候可能是画一个。画一个这样子的超级英雄，因为你会发现，只要一牵涉到肌肉跟骨骼这个地方的学习时间又变成说是3到4年那么久，你应该先把形状架构好，然后你这里东西才会真的觉得你自己的写实肌肉骨骼学好了。那很多这边学不好会卡3、4年之久，你知道为什么会卡吗？知道为什么在这边会卡吗？因为底层这边它形状一直抓不准啊，它形状一直没有观察，所以他一直想把肌肉画好，结果在这里的形状，在这个地方的透视跟体积没有垫够，没有架起来的时候。你写实不了啊！
懂吗？我们今天要让这个人呈现在空间中，他就算是卡通的，你还是得要有透视，但是他可以把肌肉省略，所以肌肉其实大概在这个位置，肌肉我个人觉得在这个位置。找哪种参考图临摹对抓形练习比较好？我们刚刚才讲过啊，我不是列表了给你看了吗？我表格都列了啊。美式的动画先。日系的人物因为难度比较高，你看一下，我挑一个日系人物给你看，这个就变难度比较高了，因为它的比例变化就比较小一些，这个还比较简单，它不像刚刚我们这个，它直的就很直线，这个东西都是形状都很明确的，它这里面有一些东西变化就比较小。然后你看这也比较难啊，因为这里面这边都是比较，就是它的小型的那种转折凹凸比较多，但这已经是日系当中比较形状比较清晰的了。那你说这种呢？这种就更难了啊。这个更难了，因为你看它远远看，它就是一个这样子。你看我抓形的时候，我远远就只能抓这样子哦，我远远只能抓这样子。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它难吗？你知道为什么这个难吗？猜猜看为什么这张难？它形也不碎，它的形其实很整，整是来自于它远远看的时候，这个形状是很完整的。它难就难在里面都是这种东西要你去比对啊，弯一点，弯一点，弯一点，有一点点斜度的差别，有一点点斜度差别，有一点点差异。这里弯一点，弯一点，这个东西难啊，微妙，对，很微妙啊。它不像刚刚我们画的那个，它那个节奏块状那么明显。像这个也是一样，这里、这边这种变化是不是都是微妙的？对，就很暧昧，所以你反而不好画。然后你再比较一下，像这个是不是就形状清晰很多？哪里它用直线，哪里用曲线，它是不是就清晰很多？需要达到什么程度？你可以这样子，你练习这个东西，你觉得自己，有点像玩游戏嘛，或者你看那种游戏漫画的主人公，他在这一层天空之塔，他已经打到这一层，觉得自己实力够了，然后试着往上挑战看看，然后你就可以，就是你觉得画这个东西你实力很够了，你就试着去画难度比较高的，一看就难度比较高的题目嘛，然后你被打回来之后，你就知道自己实力还不行，所以你又会再稍微就是练一些比较简单的。你看这个怎么定策略？是不是跟不像刚刚那么明显？这个的策略又不是，就是这个你一看你就会想到我们要怎么利用策略来打倒它？你会发现找不到策略啊，不好画啊。总之就是你自己要想一下，我们如果要挑战这张的话，该怎么办？你就会发现有些地方很难画，它可能这条曲线我找得到，然后肩膀是这样子的，这里是直的，我把这个东西把它画出来，然后这里是平的，这边有一点点斜。你可以当成就是一天我就是练个1、2张，或者是老师在讲课，你是学生，老师在讲课的时候无聊，你就拿这个东西出来画，久了你就开始会习惯什么？一看到这个图形，你就会知道说，如果是自己画的话，会从什么步骤开始。
像这张我就觉得还蛮难画的。那你做到，你看，我这样跟你说，你能够做到现在我们做的这个程度，那是不是其实早就已经过了那些就是临摹还很痛苦，而且临摹都临摹不像的那些人的阶段？你要很快的跨过那个阶段才行。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什么，就是初学者，然后升到稍微有点就是用笔的感觉，这个东西就是用笔的感觉嘛。像这我真的觉得这张还蛮难临摹的，它的变化很难找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线。这我不知道这种怪怪的图都是8万找的。好，这样了解了吗？可以哦，那我们其实大概就有抓了，就是难度是写生跟照片一定都是比较难的，几乎都是比较难，因为你要把它处理成转换成线条嘛，所以前期其实你做这种纯粹磨练你对形的敏感度，然后你就是纯粹练习你用线用笔，你在这个2个之间做巡回练习，我觉得不错，特别是你现在的基础都不太够，没有什么基础的同学，可以做一点这样子的练习，就当做练手，好吗？然后就当成练手，我个人是这样子推荐的。像现在这样子看，这种图形都很好画啊，这图形那么明显，都是比较容易去观察，并且把它画出来的。好，那差不多了，我们就今天就到这边。我这样子也讲了，没有休息，讲了2个小时44分钟哦。这里这个因为太难了，我们就先不要讲吧，你就不要太在意这边写的东西了。它就是有点像是在叫你去用黑跟白去涂它，去把它分成黑白灰的组别，或者把它的亮暗，把它有那种亮暗的形状的组别。那我们现在几乎都只要画线就好了，就是只要用线去切这种线稿类的东西。好，对，这样子你至少可以画东西画得很像，然后也可以有一点成就感，就是知道说原来我可以这样子画，我不用花很多时间也可以把东西抓到一定程度。好，那其他剩余的东西就是有那个图包什么的，好像是放在群里面，就到时候请管理中心就是再跟管理中心询问吧，好像放在幼儿班的群。这个都是图包里面的图啊，都是我打包的那个图包里面的图，所以你直接看那个图包就行了，好不好？好，那之后应该那个管理中心会就是公告的，所以你不知道是什么群的，可能等一下就会有公告了。我把我这个丢一下，你们可以。好，那我切掉咯，画面跳掉咯。晚安，晚安。